相信吗？长生不老已经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属，长生不老药呢也已经真正实现了平民化，人类的平均寿命将会普遍延长30到50年。有一个在硅谷工作的朋友，他就跟我说啊，现在整个硅谷就是在研究2件事儿，一件呢是 AI， 另一个呢就是长生不老，而且呢也已经成功实现了商业化，并且以各类保健品的形式推向市场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长生不老是基于什么样子的原理？它的效果呢在目前是否已经有印证，以及对于特殊人群是否会有副作用？这条视频有点长，但是看完绝对有收获。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教授David Sinclair 在一项小白鼠的实验中就成功将2岁的小鼠逆龄到了4个月。他只做了一件事儿，就是将小鼠体内 NAD+ 的含量提高。那 NAD+ 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成分呢？它的功能是什么？生物课本其实有讲过能让人类细胞不断分裂再生的，实际上是我们的细胞核里面的染色体。但是随着细胞的不断分裂，染色体两端的端粒呢就会不断的磨损变短，直到呢它不再有裂变能力。这个呢就是人类衰老的原因。那 NAD+ 呢就可以保护我们染色体两端的端粒减少磨损甚至是有延长的效果。但是人类体内 NAD+ 的含量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的衰减变少，所以这项研究一出市场上就瞬间出现了好多关于 NAD+ 的口服补充剂。但是实践下来如果 NAD+ 以口服的形式进入人体，通过消化道呢就会很容易被破坏掉，因为 NAD+ 的这个分子它会比较大。所以呢 David Sinclair 又发现了一个新的成分，就是 NAD+ 的前身，它进入人体之后呢可以转化成 NAD+， 它就叫 NMN。 所以 David Sinclair 呢就继续用 NMN 给小老鼠做实验，同时呢自己也补充 NMN， 他就会发现自己的身体机能真的年轻很多。所以市场上呢就出现了2种抗衰方案，一种呢就是口服含有 NMN 的补充剂，另一种呢就是直接静脉注射 NAD+。至于哪一种效果更好呢？ David Sinclair 自己呢也在直播里面讲过，注射 NAD+ 呢会让 NAD+ 在体内的含量瞬间提高，但也很容易大起大落，除非你有超能力可以持续每周注射。但是服用 NMN 呢就可以让体内 NAD+ 的含量缓慢提高，但是可以保持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状态。网上呢一直有种言论就说 NMN 补充会促使体内癌细胞的扩散，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当你真的用外网引擎搜索 NMN 有没有增加肿瘤的风险，你得到的头条信息是 NMN 可以增加肿瘤增长的风险。但是当你真的点击进去这篇报道，你会发现这篇研究的实验结果实际上证明的是 NMN 对于癌症既没有促进作用也没有抑制作用，也就是说这篇标题它有很强的误导性。那这个呢到底是有意而为之呢，还是说它只是一个单纯的 bug？ 下期视频呢我们会以另外的角度去讨论这个问题。